3日未眠，也要熬死自己。对不起。满意了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非要看我溃不成军的样子是吗？谢燕来，将我的冷静自持踩在脚下，你就开心了是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闭眼吗？因为我一闭眼，就是我阿娘临死前的样子，还有我阿爹咽气前的不曾瞑目的模样。你要我如何面对？如何不恨？如何不痛？是你，他本来可以活着，哪怕苟延残喘，至少他活着。至少他是我爹，我不是个孤儿。是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娘死在我眼前，你又害死了我爹，是你！阿昭，太傅，高阳谢氏的密钥已查清。千机燃血饮，此药毒性奇特，活死人肉白骨皆为假象，每用一次，就离死更进一步。千机燃血，非人之神力，必受非人之代价。这天下所有的东西，都已经定好了命数。3年前，楚灵战场身负重伤，后迅速痊愈，之后的1年如有神助，接连得胜，身体却每况日下，咳血，眼盲。在他身边能够做到这一切的，只有谢家的9公子。这绝不可能是巧合。太傅的意思是，谢家用毒药害楚灵。也不知道长公主知道了，身边最信任的谢燕来毒死了自己的父亲，会是什么心情？传边郡县令，魏将军楚灵祖！传边郡县令，魏将军楚灵祖！传边郡县令，魏将军楚灵祖！少游啊，你猜？谢家这棵100年大树的根基，能不能用大楚战神的命来断？把消息都传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是。王爷说的对，即便楚灵死了，硕墨想要攻打云中郡也没那么容易。幸好世子谨慎听劝，没有贸然出兵。这么大好的机会，又被他们给毁了。世子息怒，
我们再找时机。楚灵已死，眼下看来，谢延来最有可能接管边军。这个谢延来，先是在苍木寨坏了世子好事，如今又帮着楚昭打赢朔漠大战。若是让他接管边军，必成心腹大患。爹啊，你说这楚灵死于谢家秘药的流言，既传到了楚地，这楚灵在云中郡是何等的威望？那些边军，那些受他庇护的流民百姓，你说，谢延来这个罪魁祸首，能活着离开云中郡吗？依属下看，难。边民最重情义，若他们认定谢延来毒害楚将军，好，很好。既然流言已经传到京中，那我们就便再帮他一把，尽快将消息传到云中郡去。我倒要等着看看，他是如何被愤怒的民意吞噬，死无全尸。坊间传言，楚灵将军死于谢家毒药千机燃血饮，虽是流言，传播甚广。谢大人，你怎么看？本官可不像太傅这般通晓市井消息，也是今日才听说的。那诸位同僚以为，这等奇毒掌握在一家之手，当如何？今日是楚灵将军，明日可就难保不是在座的哪位大人了。太傅所言极是，此等剧毒若被有心之人所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御史大人言之有理。不过本官今日也听闻一件趣事，说是太傅家中藏着先帝遗物。太傅，你怎么看？谢大人，先帝之事，无凭无据，岂敢妄言？太傅不也是空口白话吗？怎么到了本官这儿，就成了罪过了？是啊，陛下，楚将军身体抱恙，非一日之事，怎么就突然与中毒扯上了干系？即便是中毒，牵扯上谢家，又从何谈起啊？与朔漠一战，刚获捷报，边防将士还在奋勇杀敌。太傅传此等谣言，寒了我们将士的心。俗话说，无风不起浪。谢氏是否有此秘药存在？谢大人应当心知肚明才是啊。您那九弟潜伏在楚将军身边足足5年，这要下毒的话，何愁没有下手的机会？都别吵了！朔漠刚退兵，大楚上下该一致对外。姑不想听你们吵架，姑就想问，姑的姐姐和舅舅什么时候回来？回禀陛下，长公主正在为楚将军守灵，等战事结束，丧事办完，自然就会回来。
只不过斯人已逝，这孝女哭灵就别拿出来做文章了。楚将军乃国之栋梁，应当追封厚赏才是。楚将军虽身死，可谓鼓舞士气，此次大胜朔漠，理应加赏边军将士才对。有理。楚将军乃国之柱石，当以国礼厚葬。陛下圣明。谢大人果然是顾全大局。谢大人以为这件事情能瞒多久啊？太傅既如此笃定，不如等我九弟回来，你亲口问问。对了，长公主赐给你那份棺椁，可以送去云中去，给楚将军，以表哀思。哦，那可是金丝楠木啊！太傅不会舍不得吧？这才读了多久，就坐不住了？那密密麻麻的字，看得让人头痛。阿爹，我们来聊聊天吧。聊什么？再跟我说说我娘的事情呗。伤着没有？喜欢吗？参见女将军。我好想你们。丫头，我知道你不想听我解释，但是这样对阿九不公平啊！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，从无败绩，只要有楚灵在，边关便永保安宁。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，他也会受伤，他也会有生老病死。3年前，界河一战，你阿爹身中毒箭，危在旦夕。阿九在那个时候
才掏出这碗丹药。这剑是有圣墨的剧毒，可有剑法？剑毒已入体，我先清理毒素。但将军必须好生休养，不能再上阵厮杀，否则这残余毒素会扩散全身，神仙难救。这是几副战场历练。将军，你现在身体不能再上战场了。我楚灵要是死，也要死在战场上，岂可以受归平？将军，将军，关安现在有密药，一立刻回阳救你。将军可愿一试？这药哪来的？我临行前，兄长给我的，他不会害我。将军，待小人一夜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只要这药有效，就是这毒，我也愿。你阿爹当它是救命之药啊！当初为了救将军，我们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。何况，如果没有阿九以药吊命，恐怕当日将军就……我将钟长荣愿意以性命保证，阿九当日献药之时已经自陈身份，绝无半点欺瞒之意。实是将军之生死一线，不得不行险一搏呀！报！信远来贵县负荆请罪，引起百姓骚乱为难，现场已乱作一团。小狼崽子，牙口不错。我伤了你的兵，你杀了我吧。想死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骨子里还是讲过的。既然死不了，那就跟我走。呀！让开！
爹都有罪，只有军法处置，儿等不可肆意妄为。你给老子起来！当时那个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那丸药是给将军救命用的，谁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呀！树末大战，朝廷封赏认定你有功，你为什么向谁请罪呀？有功，拿将军的命换的。当时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！啊！你，嘿！哎呀！错了就是错了，没有了用。云中郡的规矩，何时轮到动用私刑？这明显，众将军死的冤枉啊！我等实在是无法处置客气啊！将军受死！若不是他害死了楚将军，怎会甘愿受罚？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？谢燕来。当着云中郡的百姓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：你可曾真的想过害我阿爹？殿下，爸爸不可轻信于他呀，他是谢家人呐。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，谢燕来先是楚家军，然后才是谢家人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父亲究竟因何而死吗？那今日便说个明白。军医，将军所中之毒，名唤千机燃血饮，乃是数种毒物炼制而成。此毒短时间内使人血脉流速提升，肌骨爆发力激增，甚至可让濒死之人回光返照。3年前，界河大战，将军身中毒箭，军医束手无策。我亲眼看着将军吐血不止，是阿九的丹药，生生把将军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我们原以为此药乃是救命稻草，可是谁能想到，竟是饮鸩止渴。
但那日若是没有此料，将军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。天书14年，阿九初入边郡，巡逻时发现朔漠探子混入边境。彼时还是个16岁的少年，拼死打退了朔漠探子，自己也身中数刀，离心脉只有半寸。天书15年，朔漠军突袭边境村庄，将军率兵抵抗，阿九用肩膀帮将军挡了一枪，也护住了全村百姓。天书16年，朔漠来犯，他随将军死守界河，在朔漠人的箭雨之中身中2箭，砍断吊桥，才没有让朔漠人渡过界河，也使大楚百姓免遭苦难。还有之前望城之战，他深入敌营，破坏粮草和水源，差点死在敌军之中。这样一个人，真的会害了自己的将军吗？阿九身上这些刀剑，都是为了护着你爱的。你现在要杀他，得先问问，对不对得起他身上这些伤？难道我们要因为一句流言，就杀害这个救过将军、救过云中，也救过大楚的恩人吗？当年腐朽维救我们这些俘虏，闯入朔漠军营被发现，还替我们按下了朔漠狗的刑烙。当年在界河，我差点葬身在朔漠的铁骑下，不久把我救了回来。我看到他舍命去救将军，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害将军。救孩子，身上这么多的伤，把朔漠军救走，他是九死一生啊！救家人。我的面巾，还不快帮人家拿上来！好。还没来呀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哎，掌柜，啊，可还记得我？我带好东西来了，你看看。这玉呢，成色尚可，这金边镶的也都还行吧。不过我最多只能给你100两。你看看这工艺，怎么也值200两啊！这各花入各眼，要说这工艺啊，是最不值钱的。
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我能用簪子换这个吗？你真是好眼力。可是物件是活的，没有货主的同意，我可是不敢卖的。可我越看越喜欢啊！劳你帮我约见货主，价格好商量。哎呀，哎，你稍等啊。你瞧瞧这件，这件可是死的，这色泽多匀称。你听听这声音，多清脆呀！你若是入了眼，你就拿你那个簪子换这件瓷器。我看看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老板，我这等着你当东西呢。老板，你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你的事情先稍等一会儿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店里全都是贵重的物品，最怕手脚不干净的人。你怎么进来不出声啊？哎，老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要不是你们在那儿掰扯半天，我至于等那么久吗？哎，这什么这啊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算了，不当了。哎，你这哎，老板，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，不然我就换这个吧。给。你当真？当真。爽快。叶新使，你到这里来，是奉了谁的令，办的什么案呢？我没办案啊，我就是换个自己喜欢的物件。你居然是个官儿！掌柜的，手中这来路不明之物，你也敢要？官爷，我怀疑此女子所当之物，乃是赃物。这就够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手中之物一并带走，盘查完之后，差人给你送回来。刚刚在我面前耍官威，是要做戏给谁看啊？没人给你做戏。我提醒过你，严的事情你不该管。我再奉劝你一句：李宗旭之后，御史案就不要再查了。是因为海一平？你早就知道他与御史案有关，难怪在万安山上。还没等我盘问李宗旭，你就急着要杀他，难怪你不让我插手徐青的事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海一平也是御史案的参与者？军饷案。那个时候你任由厉俊将我抓走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们只是在互相利用。可后来，你跟我说我是你的知己。好一个知己！这么久了，你明知道他在背后暗算我，却还是为了你的前途替他隐瞒真相，眼睁睁地看着我苦查御史案。既然你都明白，那就应该知道，天下那么多大事，不是只有御史案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本案章你带不走，我要将它送回去。你怎么知道我今日会去智库？懂了，你一直派人盯着我，等从我手上拿走这本案章，好去向海一平邀功啊。既然你都看穿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从前是我天真了，官场上举步维艰，哪有什么知己？
带不走。只值几两的东西，却当了上千两，这分明是用当东西当掩护，从智库取银子呀！给我。拿好了，别再随便给别人了。我最近只治了一个病人，他叫常青。为了弄清女儿死去的真相，为了洗清女儿身上的污名，他被海一平生生逼疯，流落圣都整整10几年。他只是深渊无望、家破人亡的其中一人。不要做我的敌人，否则就算是你，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章被袁绍成拿走了，可以肯定躲在背后想要除掉我的，就是海一平。最怕的就是这种笑面虎，在百姓眼里德高望重，说他犯了重罪，谁会信？可袁绍成一心要护着他，他又知道我们这么多事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若他真想帮海一平，早该出卖我们了。可他没有，甚至都没有真正阻拦我看安章。他态度骤变，应是身不由己。霓裳，你什么时候去扬州？本来打算扔下你们不管的，可现在群狼环伺，我若是走了，怕你们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，还是再留阵子吧。天塌下来有你这张嘴顶着，还本想扔下我们不管，也不知道前几日是谁喝酒都快把自己给喝吐了。那你还得向那些世家子弟打探一下朝堂的动向。交给我吧。对于海一平这个人，我们要重新了解。他平日只往返于吏部和府邸之间，除了必要的交际，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他府里下人都是跟了他好几年的人。海一平恩威并施，那些下人的家眷都由他派人照料，名为安置，实为威胁，所以他们都很忠心。我没办法以下人的身份混进府中。他既不贪财，也不好色，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，都有口皆碑，几乎找不到破绽。
平已经等不及了，他怕我手上有证据，成天派人盯着我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之前他还想借刀杀人，如今他没必要再藏着了。既然我早就暴露在他面前了，那不如就明着来，把他们都拖下水。怎么拖下水？我要面圣。有行刺使臣一事在先，想必李宗旭在圣上眼中已沦为奸佞小人。我可揭露他在御史案中的恶行，奏请圣上重查此案，再以协从办案之权调查涉案相关人等，包括海一平。现在，我与他比的是谁能更早抢占先机。龙宣召不得入内。范内侍，叶新使，你来的可不巧。圣上这几日正斋戒礼佛，替百姓祈福，谁也不见。我有要事禀告。我说了，谁也不见。回吧。那圣上何时礼佛结束？这我可不好回复你。送他出宫吧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焰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叶新使，还是走吧。这皇城不是你的戏台，唱错了戏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好奇我为何会在这儿是吗？海尚书眼线众多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只是圣上对我避而不见，你用的手段倒让人好奇。我不过就是让圣上知道了，在万安山上，你们谋害李氏宗亲。你从何时猜到我与御史案有关？从你开始对付度量的时候。说到这儿，我还得替嫣儿谢谢，有你这么好的心意。海尚书真是下的一手好棋啊！叶新一，过奖了。你在我心里，曾经是位好官，是个孝子。
更是位雌雄。可这样一位雌雄，却不曾想过那些女子，也是别人家的掌上明珠，也是别人的女儿和妹妹。我只想知道，御史案里，你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只讲立场，不分黑白。我海一平为官多年，为民谋利，做的好事，何止千件？你为什么只抓住当年的那件旧事不放呢？可经你之手提拔像度量那样的贪官，他们为祸百姓做的恶事又何止千件万件？海尚书，你为的真的是民吗？不要再逞口舌之快了。你不也看见了吗？只要圣上不想处置李宗旭，你就算耗尽心力，那也是无济于事。以你的身份想挑战权贵，无异于匹夫撼树。10几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已成定局。你见不到圣上，可我身边有的是人可以面圣。圣上会对你逐渐失去信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死活就没有人会在意了。你先机已失，差一步，便是100步。圣人会对你逐渐失去信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死活就没有人会在意了。你先机已失，差一步，便是100步。怎么样，见到圣上了吗？圣上不肯见我，不肯见你。圣上不是很赏识你吗？为何不肯见？圣上觉得我僭越了。可若失去了圣上的庇护，那海一平岂不是随时可能对你出手？平安，要不你随霓裳暂时去扬州避一避吧。我们都走了，留你一个人面对危险。若你是我，你会同意吗？那下一步，你想怎么做？亏得你警觉，及时发现了叶平安的动向。如海公所言，我正学着如何做一枚好棋子。账册你看过了吗？不瞒海公，看过。不过我翻了一页，就知道不该再往下看了。你可是大理寺少卿，金鹿智库的主人是谁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是苍司使龚绍的门生。你想不想做我的门生？学生拜见老师。只是智库背后的交易已经暴露，需不需要我？
做我的门生，一定要清白。智库与你无关。这几日你多盯着点叶平安，不要让他再闹出什么动静来。有个救孩子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海燕作画的颜料是七喜画铺的，想办法进入七喜画铺揽下宋颜料，这么进孩子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海一品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。